这是我见过最扛揍的奥特曼，他的人间体还有个有趣的名字叫明日见揍大。是的，小影跟大家一样也认为他是不是从小被揍到大，但即使力量不够强大，他保护地球的决心却丝毫不会动摇，这也是本片的精髓所在。面对死亡德拉格怪兽的突然袭击，德凯奥特曼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危难之际，赛文的胶囊怪兽米库拉斯出手相助，德凯才有机会蓄力完美制敌。故事发生在1年前，斯菲亚来到地球，飘落无数绿色斯菲亚球体破坏城市。抗敌过程中，奏大意外获得德凯奥特曼的力量，很快奏大就领悟了力量的真谛，召唤出一招 SK 光线，怪兽瞬间被炸成碎片，但地球仍被斯菲亚覆盖。德凯收到指令又来到空中，一番激烈战斗之后，因能量不足又被打回人间体。之后奏大加入怪兽应对科，转眼又是1年，地球虽然恢复平静，但依然被斯菲亚包裹着，人们跟火星的通讯也完全失联。因此怪兽应对科的队员们日复一日的加强训练。这天，奏大训练完独自来到篮球场，看着家人的合照，开始想念在火星旅行的父母。于是他从口袋拿出德凯奥特曼卡片，他相信光，想要试着再次变身，却丝毫没有反应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了早日见到父母，奏大拼命训练。不过即使他很努力，他的成绩仍然排在最后1名。就在最后一次训练，毛校长宣布要从队中挑选精英胜利队，他们开始分班训练。成绩最好的龙门和最差的奏大正好同一组，不过龙门似乎不太乐意。很快，他们来到山上，作为队长的龙门不等队友自顾往前走，奏大体力不支，想要休息片刻。此时山体突然剧烈摇晃了一下，奏大不慎摔了下去。眼看奏大受伤，龙门立即联系总部申请退出行军。奏大赶紧起身告诉龙门，自己还想再试试能走多远。然而龙门此次行军目的就是想要加入精英胜利队，他不想被奏大拖了后腿，两人因此争执不休。好在千夏及时劝住了他们，他说自从怪兽的出现对地球造成严重的危害，我们更应该齐心协力，共同进步，成为保护地球的第一批前辈。话音刚落，突然一阵晃动，山体的石头也随之炸开，死亡德拉格怪兽登场。只见怪兽头部肆意发射雷电攻击，毛校长通知全体队员紧急避难，同时分析怪兽的弱点，只要打掉怪兽的一只脚，就能让他失去战斗力。随后毛校长独自驾驶胜利猎鹰前往对抗。毛校长的驾驶技术果然不一般，灵活操作躲避攻击，接着发射2枚炸弹，活生生打掉怪兽一只脚。本以为这样足以让他失去斗志，没曾想死亡德拉格并没有停止攻击，转头将目标转移到奏大等人这边。眼看几人危在旦夕，毛校长驾驶胜利猎鹰为他们挡住攻击。奏大早就看这只怪兽不顺眼，他只能用命再拼一把，于是跑到无人的地方，来到死亡德拉格怪兽面前。还好这次德凯奥特曼没有抛弃他。闪亮型德凯奥特曼终于变身，怪兽率先使用头部攻击，德凯奥特曼被兽脚顶飞出去，差点当场去世。他艰难起身又跪倒在地，原来是刚刚训练时腿部受伤。此时怪兽趁机蓄力再次攻击，好在胜利猎隼赶来及时发起射击，向怪兽仅剩的另一只脚炸去。随后360度旋转喷射光线，德凯迅速向前冲去扳回一局，然后紧紧抱住怪兽头部，奈何体力不支又被怪兽拍倒在地，随后一脚踢飞出去。眼看德凯被揍得这么憋屈，就在他宁死不屈之际，突然一道光速出现，眼前浮现3张怪兽卡片。根据指引，德凯召唤出怪兽米库拉斯。只见调皮的米库拉斯活动筋骨，死亡德拉格率先出击，德凯与米库拉斯合力将怪兽挥倒在地。米库拉斯灵活跳起，就问死亡德拉格什么叫做泰山压顶。米库拉斯的帮助到此结束，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。死亡德拉格又想搞偷袭，从嘴里释放出强力光波，德凯90度旋转完美躲避攻击，随后双手交叉画向两边，蓄力发起必杀技塞尔杰特光线。死亡德拉格被光线成功击中，当场被炸成灰烬去了西北。帅气的男人就喜欢正面看爆炸。战况终于扳回一局，德凯欣慰地抬头向天上飞去。回到人间体的奏大一瘸一拐地走的路上，他心里还埋汰着，就算变成奥特曼，这腿还是好不了。当他与龙门再次相聚，两人瞬间就要开战，但看到众多灾民需要帮助时，他们也只能暂时放下恩怨。毛校长看到几人如此热心，对于3人的英勇和临危不惧表示敬佩，因此让他们顺利通过并加入胜利精英队。从此毛校长担任队长一职，海甲为副队长兼总舵手，同时还多了个机器人伙伴哈乃尔。刚才的胜利猎隼就是他在操控。胜利精英队全员汇聚，接下来他们又会遇到什么困难？德凯又会有什么新的技能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我是小影，关注我，下集更精彩。